大家好，今天在基隆坎仔顶买了长尾鸟。我每次看到长尾鸟跟红皮刀都是用透明塑胶袋包着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特别这样包。有人知道的话，可以留言指教一下小弟。今天这位长尾鸟已经退僵直了，右眼的眼睛有点混浊，可能有被撞击，闻起来有淡淡的腥味。我个人评分大概是70分。能不能做生食要切开来看看肉的气味跟肉色才能决定。像这种整个塑胶袋包起来的鱼，如果没有整尾拿出来检查，隔着塑胶袋看很容易就会误判。那因为这一尾卖的单价不高，长尾鸟做熟食香气也非常好，很好吃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即使不能做生食我也能接受，所以没有检查得很仔细，反正一分钱一分货。我在影片的最后有加入一段画面，是后来我在南方澳买到100分的长尾鸟。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后面看看100分的状态。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所认知的基隆坎仔顶鱼市。坎仔顶是渔货的集散地，是交易中心。虽然基隆也有渔港，但是坎仔顶的渔货是来自台湾各地，国外进口的鱼也很多。去坎仔顶的好处是渔货的种类很多。对于做生意的店家而言很方便，只需要跑一趟就能买到鱼虾蟹贝，整间餐厅的海鲜一次够足。虽然我住在宜兰，去渔港很方便，但是渔港有局限性，在同一个季节看到的鱼类大概就是那几种。有时候想要换换口味，我就会到坎仔顶来逛逛，选择就会很多样化。网络上有些人说坎仔顶不卖散客，我觉得可以分为2个角度来讨论。第一个是单价跟产量，如果单价低的鱼，当季盛产的鱼数量很多，这一种一次都是卖1箱或者1篮，比如说巴基拉、白带，这种鱼主要在买的也是餐厅店家。那看到地上一整篮都是同样的鱼，或是整箱放在那边，我通常是不会很白目的去问他能不能只买2尾，因为别人都是开车来载整箱，那你买2尾谁要理你啊？所以通常我都锁定单价比较高的，因为高价鱼数量比较少，餐厅采购不会那么多，然后鱼贩卖不掉的话损失比较大，所以通常他们都愿意零卖。再来就是时间，鱼市一开始营业的时候，餐厅跟店家的买家正在抢货，同时货车也正在进货，整个市场非常忙碌，节奏很快。这个时候只买一点点的消费者自然就会被忽略。但随着时间往后，比如说凌晨3、4点之后，大型的买盘比较少，这个时候再去，鱼贩就比较有耐心理你，有一些摊位就可以开始买少量的。我觉得坎仔顶还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那去的时候记得要穿防水的鞋子，目前要戴口罩、面罩跟手套才能进场。从侧面的角度就可以看到鱼眼睛没有突出，水晶体失去弹性，这样的状态就差了点。通常鱼鳃割开应该要有血流出来，如果像这样子你割了它也没有血，通常是死的时间比较长，血都结块在身体里面，这样的鱼就算你事后放血也不容易放干净。切开之后闻一下，鱼腥味不强烈，腹膜也没有变色或污染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生食的。就把脊椎的血块先刷掉，然后摆一阵子。在处理鱼头跟鱼下巴的时候，看到鱼下巴的肉变成棕色的。深海鱼钓上来的时候会把内脏往前面吐出，所以内脏呢会卡在鱼鳃的后面，所以下巴肉被内脏感染到，吃起来可能有点苦苦。鱼头把它对半切，煮的时候比较方便，
这样子酱汁不用准备太多。目前的时间是早上，这个鱼的状态今天要吃完比较好，所以先把它擦干包起来，放个12个小时，晚上再来吃。用保鲜膜包起来，要避免肉上面的细菌滋生，关键呢是降低表体水分，并且隔绝空气的接触。下巴肉跟鱼头撒一些盐，放在冷藏冰箱吹风到晚上再来料理。现在晚上来料理鱼，准备吃饭。看一下这个肉色还可以，闻起来没有腥味。那这个长尾冰雕的肉比较软，很轻松就能够切到脊椎骨。睡一觉起来，我戒指又忘记拿下来。我经常会忘记，被网友不断的碎念，我下次会记得的。不过我就做给自己吃，大家别太担心，反正你们也不会吃到的。看一下这个肉色，在背肉的部分，鱼肉偏黄，有点暗沉。那状态好的长尾鸟，它的肉色应该再偏红一点，会很亮。这半边的肉也是暗了点。那脊椎骨把它剪断，等一下来煮汤。去掉腹骨，这个腹骨也可以拿去煮汤。切掉中间的鱼刺。这个长尾鸟鱼皮很薄，做汤霜生鱼片很好吃，但是要拔鱼刺。那这条鱼不是100分，所以我就不太想要拔。因为肚子饿了，希望能赶快吃饭，所以就切的稍微有点草率。红烧的部位呢，划2刀，它熟的比较快。这个煮法很简单，介于红烧跟水煮之间。先把酱汁煮好，都调味好了之后再放鱼。那长尾鸟的肉煮过也不会很柴。
煮好之后换砂锅稍微焖一下就可以上菜了。这一尾是后来我在南方澳买到的长尾鸟，那这个还在僵直期内，身体很硬，鱼身上黏膜都还在，那光泽很漂亮，眼睛也很透亮完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眼睛有点微微的往外凸，那鱼鳃是血红色的，闻起来没有腥味，只有一点淡淡的海水味。那把它切开洗干净之后，鱼腹和鱼的肉色都非常好，这个就是100分的长尾鸟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